你被公司监控了吗？这一天，张三正在工位上摸鱼，上班，突然被老板叫到办公室。他详细地列出了张三的罪状：9点冲咖啡，10点看 NBA， 15点刷短视频，17点听网易云。老板用单压的方式臭骂了他一顿，还要炒了他。这不是段子，而是发生在很多职场人身上的真实案例。前一段时间，某公司一张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的截图在网上流传。一张表格是一名员工具体到楼层、部门、姓名和非工作流量信息，比如外部渠道运营中心的张三，观看了腾讯视频用了 9.8G 流量，刷抖音用了8G 流量，事无巨细，清清楚楚。该公司对这11名员工都做了相应的处罚。这事儿一出，网友们炸锅了。上班摸鱼虽有些欠妥，但公司360度无死角监控就有些欠揍了。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问题。其实公司监控员工不算个例，办公室里的摄像头、电脑里的检测软件都是监控员工的手段。去年年初还有网友爆料，公司贴心的给每个员工安装了智能坐垫，明面上是收集呼吸、坐姿和疲劳度等数据，实际上是为了监控员工什么时候离开工位，离开了多久，可以说一举一动都被 HR 尽收眼底。根据网友分享自己被监控的经历，我总结了几个公司常用的监控手段。第一个是肉眼摄像头，这就比较原始了。领导会不定时的在公司转悠，表面上好像去会议室、财务室，实际上就是扫描大家电脑屏幕有没有可疑的画面，如果有就记录在案，找机会拿出来说事儿。懒得转悠的领导直接把自己的工位设在员工的后面，一有空就监控。一旦员工摸鱼，钉钉就弹出一条消息，不要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儿。肉眼监控效率低啊，而且谁摸鱼不留意一下领导在哪，对吧？就跟考试作弊一样，10个作弊的能逮到1个就不错了。所以有些公司就升级了，直接安装摄像头，1-2个人就能监控整个公司的工作情况，不仅高清无死角，甚至能听清楚同事之间的聊天内容，这多损啊！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拍《麒麟风云》。除了这些，有些公司还从规章制度入手，比如工作沟通只能通过企业 QQ、WhatsApp， 同事之间禁止拉微信群，如果实在需要拉群的，群内必须要有一个副总裁，而且沟通完立马解散。早上上班，主管准时在高管群里汇报每个员工的具体情况，比如张三正在吃早饭，李四打了个哈欠，王五去接水了。很多公司下班时间晚，直接做考勤不太好，所以换个方式，晚上9点全力报数，下班必须提前报备，10点走都跟早退一样，偷偷摸摸。疫情期间有段时间是需要在家办公的，这下总能放松一下吧？公司早就想好了对策。有个网友说他的公司要求全程视频会议，后来领导自己先受不了了，够了，受够了，改要求关掉视频，但是麦克风必须开着，而且不定时抽查。张三，你汇报一下项目进度。李四，你的策划案发我看一下。谁要是在10秒钟内没有回应，就立马打来电话，详细盘问刚才干什么了，为什么不回复，今天的工作细节有哪些，以至于有员工没等到正常复工就被裁掉了。其实也是因为疫情，很多公司业绩下滑，原本用来优化管理的监控手段就变成了优化员工的直接依据。也就是说，当业绩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不管监控内容如何，很多领导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事化小。但问题出现之后，他们难免会在这里找关联原因，小事儿也就被放大了。最后一种应该是科技含量最卷的监控手段了，这要从前几天某公司的裁员传闻说起。一名集训员工网上发帖说自己开年上班的第一天被裁掉了，还被领导教育了一番，别以为你上班干啥我都不知道，你什么时候想走我都一清二楚。当他还在懵逼的时候，领导给他看了一张系统后台截图，截图显示他访问求职软件23次，投递简历9次，含关键词聊天记录254次。这真是小刀扎屁股开眼了啊！后来经证实，截图来自于一个叫做行为感知系统的后台，这个系统是由上市公司深信服开发的。该公司的业务主要是3块：企业级网络安全、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的产品和服务，市值高达600亿。虽然听上去高大上，但根据其财报显示，像行为感知系统这种网络安全业务就占了60%以上的收入。行为感知系统是干嘛的呢？说白了就是帮助企业监控员工的怠工情况、离职风险等，具体到有离职倾向的员工的姓名、岗位、访问次数、聊天关键词等等。所以披着高端科技的外衣，干的还是安装监控的勾当。目前由于事件的发酵，深信服已经把这个系统的介绍页面关闭了。不过根据科创板日报记者了解到的信息，行为感知系统除了上述功能之外，还能查看员工的上网记录，分析不同员工访问代工应用的时长、涉及的泄密文件等等。只要公司装上系统，只要接入公司 WiFi， 即便是手机也会被接入在内。虽然系统一年至少10几万起步，但根据销售人员透露，很多大公司或多或少都在使用他们的产品，只是产品型号上的差异。可能公司也觉得长期加班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时间越长效率越低，所以长远考虑就用了这么个损招。看完之后惊出一身冷汗，我甚至想到了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，
原来资本家的嘴脸都是一样的。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法。据销售人员强调，他们的产品是经过备案的，一般也会建议客户事先告知员工，但各位老板为了使用效果，肯定是不会告知的。另外，申信服在2018年就对这个系统申请了专利，这才给了他们正当售卖的底气。底气归底气啊，有没有权利就另说了。有律师表示，企业处理员工个人信息，需要向员工告知处理的目的、方式、种类、期限等，并获取员工个人同意或是基于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须。如果企业做不到，将涉嫌侵犯员工的个人隐私权。最后，作为职场人的我们，应该怎样应对企业各种奇葩的制度和行为呢？这里有几点想法分享给大家。一、不要把公司当成家。柳传志就说过，在家里，子女可以有各种缺点，犯各种错误，父母最终都是宽容的，但企业不可能是这样。从发展的角度，企业必须上进，内部也必须引进竞争机制。员工跟公司就是合作关系、利益关系。你为公司创造利益，公司给你发薪水；你一天不干活，公司就一天不给你钱。你走了，第二天就会有人坐你的工位，接替你的工作。二、能力增长是重中之重。之前咱们聊过，用时间思维去看上班，薪水就不是唯一目的了。任何职场人的时间都可以贩卖2次，一次卖给公司获得薪水，另外一次卖给自己获得能力的增长，而且后者是长期收益，在未来有更大的价值。一旦你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性，你还会担心被监控、被裁掉吗？对吧？去哪儿老板不得抱你大腿？三、身体才是你挣钱的本钱。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习惯了加班，习惯了作息不规律，习惯了熬夜，因为公司只会告诉你，你要足够努力才能挣更多的钱，但公司不会告诉你，你现在1个月挣的钱可能还不够在 ICU 里住1天。我发现很多20、30岁的年轻人，包括我，精气神甚至不如50多岁的老大爷，所以不管多忙都锻炼一下身体。你能挣多少钱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有个好身体你能省不少钱。四、真遇到无所不用其极监控你的公司，还是别去了吧。选公司就像谈恋爱，遇到控制欲极强的伴侣，真的能把人逼疯。而且你妥协了这一步，就得妥协后面很多步，不能只看监控这个行为本身。这就跟公司文化一样，人性的公司不会做任何一件恶心你的事儿，变态的公司也不会只做一件恶心你的事儿。最后，小伙伴们遇到过公司哪些奇葩的监控行为？对监控行为你又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